哎，老安，怎么样？嘿，那不一样，我都觉得年轻了不少了呀。至少10岁。老于，我告诉你啊，就为了你这新款，特意照着你这个海湾的这形状，我跟你说，私人定制了。不错不错不错，真的比你上个给我织的好看。上一个太厚重，你知道吗？都说我像搞摇滚。那是另外一种风格，哎，但这适合你。行了行了行了，老安，别忽悠我了啊！哎呀，我还不知道你是为这个来的吧？哎，你谁呀？干嘛呢？安叔，安叔，哎，安安，你还记得我名字啊？我当然记得了，咱俩名字里都有一“安”字儿，所以也算半个本家。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工作啊？哦，我在艺宿工作。最近呢刚好和这个羽毛球馆有一个合作，今天就过来了。宋三川今天好像不在队里，您过来是？我就是趁他不在才来的。这臭小子闹着要退役。之前吧，他也偶尔闹过几次。嘿，这回当真了，退役申请都交了，那还得了吗？直接要回来，当着他教练面我给撕了。申请撕了还能重新写，劝他坚持的话也只是不痛不痒。安叔，您比较了解他，您觉得他这一回是真的放弃了吗？那个关于18平的心结，哎，啊，我是哪位？保卫科。进来。家里人怎么了？这是？他趁人病人出去检查，偷偷摸摸、鬼鬼祟祟偷人抽屉里的钱，看着3000块钱，人赃并获。不是都说了吗？那钱不是偷的。你嚷嚷什么？是不是你偷的钱不是你说了算？待会儿病人做完检查，我们会来核实这个钱。住手！他偷人钱？哎，干什么？我看一眼吧。哥们儿，我跟你说，我是他爸，我最了解他，他不可能偷人钱。你看，那上面写什么？劳务？对嘛？这是这小子自己挣的钱，他给人病人送去了。蒙谁呢？我蒙你干嘛呀？哎呦，这么跟你说，上个月妇科他也送过，那女病人还给我留了个电话，你不行我给他打一电话，让他亲自跟你说一下。打吧。能问一下那天你跑马拉松赚了钱，干什么使了吗？吃喝玩乐耍，眨眼就给造了。我先去开门啊。哎，散财童子，刚听安叔说病友群给你起了这么个外号，怪可爱的啊。你把我当笑话看是吗？不过我今天对你呢，确实有了新的认识。你知道路啊？嗯。那慢走不送。小安，谢谢安叔。你是那么关心小川的事儿啊？你当八卦听还是有别的事儿啊？其实我去他们的羽毛球队，是给我们艺宿选一个潜力的代言人。我知道他的成绩
在队里不是最好的。可是我老觉着他会有机会的，你说呢？川儿他妈叫童露，以前也是个羽毛球运动员，技术特好。后来跟他同队的一个男队员谈恋爱，意外怀孕，生下了川儿。这生完孩子之后啊，就退役了，人退了，心没退，所以就把得冠军的梦想、希望全压在川儿身上了。昨天比赛最后那个球根本就不应该出现失误，问题就出在这个脚上。店铺家登不上网，今天就做这个，先练1000个。我当时是队里的穿线师，一直就特喜欢童露。我也知道后来童露嫁给我，多少有些无奈的因素。他是什么时候离开的15岁那年，川儿打一场特重要的比赛，决胜局，18比18。川儿呢就回头往看台上找他妈，那时候人就已经不在了。我估摸着就是那会儿，就落下在床上。他走得这么彻底，再也没有回来。看清楚了吗？没看到。对不起啊，我还是怂了，不想最后难看的样子给最亲近的2个人看见。再说你也知道我，从来不是个负责任的女人。童露不在，不在。孩子想生就生了，婚想结就结了，现在就想趁最后的时间，去想去的地方看看。安从，如果说后悔，我最后悔的一件事，就是当年你进队，我第一个找你穿球拍，耽误你了。我那个房子留给你和小川，这点最对不起你。好歹再帮我养他3年，也就18岁成人了。我的病你别跟他说，耽误练球打比赛，万一我要能好呢，会回来找你们的。要是好不了，让他孝敬你，就算帮我补偿。刚走那2年，我就跟川儿说：“我说你妈呀，去国外了，啊，当教练去了。”那是川儿小，特天真就信了，觉得他只要能练出成绩来，就能见着他妈，玩命练，把所有的劲儿都使出来练，练得特好。这好的我们都觉得，这孩子那坎儿是不是过去了？其实根本没过去。所以，小安，你看啊，你方便的时候，你跟他聊聊，劝劝他，
宋三春，你下来，我把馄饨补给你啊。那你要是不下来，我就去把馄饨打包啦。馄饨坨了可不好吃哦。宋三。谢谢，老板。没有。我们之所以会去你们队里选人，是 Alex 介绍的。他是个非常有名的球员猎手。哦。他说你们队里藏了个宝。其实那个人是你，对不对？搁前2年你跟我说这话，我可能还信。现在我谁也打不过。我向安叔了解到了关于你妈妈的事儿。数他大嘴巴。但是我不明白的是，为什么你之前都好好的，就这2年才出了问题？打羽毛球一直都不是我的梦想，那是同路的。我俩吵架吵得最狠的一次，我说，如果有一天我得了奥运冠军，那上面也是宋三川的名字，不是你同路，你还是什么都没有。当时他特别生气，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。这些年来，我总会想起那次吵架，我会觉得他的病吧，就是那天种下的。你知道你妈妈得病？啊，大概2年前吧，我从安从的床底下翻到一封信，才确定童路当年为什么要走。安从就没打算告诉我，他是真的以为所有人都跟他一样傻。谁会莫名其妙搬到肿瘤医院对面？到后来金毅就来了。不瞒你说啊，我说了你肯定也不信。在他进队之前，我都没被打出过18比18，没什么人是我对手的。但后来有过几次交手，他也就知道了我的问题，然后他的战术你也见识过了。怎么能用这种方式赢比赛？这怪不得他。现在啊，我不仅输他，我还输别人，输多赢少，所以我应该不是你说的那块宝。或许我单压哎，输多赢少，我不是宝。宝宝呢？我让我妈带他住酒店去了。不是，什么情况啊？你电话里也说不清楚。陈阳怎么就回来了？他突然要带罗罗走，要孩子抚养权。他凭什么呀？他3年多没见过小孩了。他说他们这几年开发了一个什么线上的 app， 拉到投资赚了点钱，说我现在没有稳定的工作，
孩子马上就要上小学了，需要更好、更踏实的生活。他现在什么动作？说让我也找一个律师，约好了3天之后在律所见面，能达成一致最好，达不成就走司法程序。行，你这几天先去我家住，3天够了。行，太好了，你把他的微信推给我，我来加，谢谢啊。拜拜。宝贝儿，奈德帮我们介绍了一个业内挺有名的律师，好像打离婚官司、抚养权这些胜率都挺不错的。真的啊？太好了。来，你给我来杯咖啡吗？没问题。哎，你刚才说那个 Night 是你公司那暧昧对象吗？他前2天啊约我吃饭，突然跟我说想让我跟他去新加坡。啊？你不会真的动心了吧？怎么样才算动心呢？动心当然就是把这个人在你脑子里置顶喽。桌面弹出他的微信，你还没看，嘴巴就咧到耳朵根儿了。接他的电话，你声线都能软2度。跟他出去约会啊，你提前3个小时就把自己打扮得人模狗样。1日不见如隔3秋，一点都不夸张。这人过了30岁啊，动心的方式还没变吗？来，您的咖啡，请慢用。那可是爱情啊，姐姐，多少岁都一样。那完蛋了，我这压根儿没想过把他置顶啊。虽然呢，那冲动的爱情是很美好，可是吧，到了这个年纪，就是很难再遇到。Night 这个人吧，虽然我跟他接触的时间不长，但是我觉得也挺舒服自在的。主要是吧，他突然跟我提出来让我跟他去新加坡，我就好像被按了一个加速键一样。别的不说啊，为爱离乡，一点都不像。你看看我，哎呀，行了，你别哎呀哎呀的了，我这都被你弄乱了，我都捋到哪儿了？罗乐的医学生父陈一阳，在其生母罗念哺乳期间，与同事暧昧不清，导致2人关系破裂并分居，于同年12月份完成了离婚。罗乐一直由女方罗念独自抚养。第一部分是罗乐出生到男女双方分居，孩子的所有的花销，我们都找到了相关的单据，还有证明照片。重点是第2部分，上面几张呢是你给他的转账记录，共计12000元，且算是你给孩子的抚养费。最重要的是，罗念作为一个自由职业者，为了独自抚养孩子，牺牲掉了自己的工作。误工损失费呢，我们没有材料可以证明，大概估算了一下，至少有10万元。还有罗念的父母从外地来支援罗念带孩子，食宿交通也没有相关的材料可以证明，我们且算3万元，减去你支付过的12000元，剩余共计是555300元。PPT 上都有详细的支出记录、截图、单据，你可以看一下。哦，当然，我也可以给你们一点时间，你们自己再清算一下。不用算了，我听懂了，至少不多。对于将近3年没有出现的你，罗乐对于你来说，不过就是长高了一点，变漂亮了，能说能跑。给你列这个 PPT 是想告诉你孩子怎么长到今天的。罗念付出的所有时间、辛苦和陪伴，不是钱可以计算的，也不是你用同等的价格就能买回来你作为爸爸的存在感。罗女士首先主张，对于之前抚养孩子的花销，男方应负担1半，陈一阳应按月支付孩子2万元抚养费。这个是我们起草的补充协议，你们可以带回去商量一下。
可以啊，几天没见，你这眼袋比眼睛都要大了。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个卧蚕呀？那感觉你这个卧蚕，可能马上就要破茧而出了。有这么夸张吗？我才熬了2天的夜，就这么挂相。我去年还不这样呢。哦，我还有事儿先走了啊，能不能麻烦你帮个忙啊？今天要是有人问起来，你就说我一整天都在队里。谢谢啊。你就这么明目张胆翘班？这2天没怎么睡，早上还去了趟律师行。哎，你去律师行干什么？你惹什么事儿了？我没惹事儿，是事儿惹我了。走了啊。哎，你等会儿，我送你吧啊，我会开车的。然后，你这疲劳驾驶啊，容易危害社会。真行啊你，车上看字儿都不晕的。哦，以前也晕，到地儿就吐，但是没办法，我老板行程太多了，车上也得处理工作呀，生生练出来了。你这打工比打球还累吗？我跟你说，这世上的事儿啊，想赢都难，想混多简单。不用挤兑我。大白天的也不好好练球，在这出来给我当司机啊你？可不是嘛，你是不知道，我刚申请了一个专车司机的资质，就当拿你练车了，可别跟队里说啊，不允许的。你知道你还干？真不想打球了？运动员早晚有退役那天。哎，梁永安，你有没有一种事儿，就是其实你心里早就不想做了，可就是放不下？那不是舍不得，是害怕。以前我每天就是挥拍、步伐、体能康复，连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做梦都在复盘动作得失。可真要说明天开始不练了，害怕的是第2天睁眼，不知道该做什么。其实我心里也感觉得到，连你听了我的事都觉得我没戏了，对吧？但我告诉你啊，有时候放弃就是要比坚持更有耐。放弃真的比坚持更勇敢吗？你好，艺速集团的团体体检已经预约过了。对，好的，稍等啊。一起的。特意问了明宇你的时间，让他帮忙约到了一起。见你一面真是太难了。这家意大利餐不错的，正适合刚刚做完体检，超级饿的我们。真的特别巧，这家餐厅之前一直躺在我的收藏名单里，总是没有时间来，没想到离医院这么近啊。看来我的功课做得不错，你喜欢就好。是不是上次我说的那些话，让你有点躲着我了？完全没有啊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最近工作真的很忙，咱俩不是还打了电话，聊天也没障碍啊。出来见面还是不一样的嘛。其实我今天就是想当面跟你解释一下，我不想由于我的太心急把你给吓跑了。这种事情确实也急不来啊。当然，我们还是要从恋爱开始的嘛。等时机成熟了，我们再考虑下一步。只是我觉得还是不要异地的比较好。你可以来新加坡。那为什么不是你回深圳呢？我现在在新加坡是销售总监级别的，而你现在在深圳只是总裁助理。而且到了那边，如果有合适的工作，你可以试着换换看。如果没有合适的，你想待在家里，我也 OK 啊。
就像这些年，你想做一个事业型女性。喂，你好，我是梁远安。梁女士，你好，刚刚您在我们中心做了体检，彩超这部分有一些问题，医生希望您尽快回来，详谈一下。哦，好，我马上过去。你平时是不是月经不太规律啊？基本上会晚1周左右。你看这个部分啊，就是子宫内膜异位囊肿，我们平时也叫巧克力囊肿，它是会影响到你的卵巢排卵的，每次来例假都会促使它生长，这个是会影响到以后怀孕生孩子的。你结婚了吗？通常像你这个年纪，如果结婚了，我们就会建议尽快怀孕。怀孕了，长时间不来例假，它就会慢慢萎缩了。但是你还没有结婚的话，你看是否要做个手术把它取掉？你别太焦虑，医生都说了，这病算常见。医生还说了，说最好啊，怀个孕，生个小孩就解决了。那这不是 B 超单啊，这是催婚催孕服呀。你说这是不是老天爷在提示你啊？突然从新加坡回来一个 Night， 各方面条件也还都不错，你又查出这么个小问题，靠生孩子就能解决？梁永安，有可能今年就是你的红鸾星动乐结婚运上了呀？是吗？我觉得你还是慎重考虑一下Night。哎，正好周末我不是搬家吗？你干脆把他一块叫过来，我也顺便感谢一下人家帮忙介绍律师。那就这么说定了，周末叫上Night一起，我帮你把把关。行。快进，好香啊！谢，恭喜啊！哟乔迁之喜。这太客气了，谢谢。哎，怎么了？哎，我先进去去干嘛了？哇，怎么了，宝宝？干妈闭上眼睛。你要干嘛呀？你要给我看什么好东西啊？宝宝，我能睁眼了吗？可以啦。哟，干嘛？别眨眼哦！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，3、2、1。呀，怎么变出了一个小饼干呀？干妈吃大的，我吃小的。好，干杯！干杯！太棒了！来，哇，小新衣服啊！哇，这些都是你做的啊？是。听有安说你是非常厉害的营养师啊。嗨，平时帮人做的那个减脂餐和增肌餐比较多，你尝尝会不会淡？好，我平时也是比较喜欢吃点健康的。好吃，合胃口就好。正好今天呢，也想借着这个机会感谢一下你，给我们介绍一个那么靠谱的律师，念念的诉求都很好的解决了。谢谢。My pleasure。不过说到陈律师，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感谢他一下。当然，其实我们也在考虑要不要送个小礼物，想问问你送什么比较合适。这些啊，你们就不要管了，我来挑。毕竟我跟他关系比较近，我送他的话，算是情谊。那多少钱？你到时候告诉我，那钱肯定不能让你花呀。钱是小事，
但是情义的事情得情义还，是吧，有安？你说我啊？供应商大会马上就要在上海开了，我这边正好有几个资质不错，但是资历比较浅的客户，非常想跟我们一组合作。我觉得你可以重点引荐给杰总，或者你也可以安排一个类似于像今天这种比较私密的饭局，我来做东，请大家跟杰总一起吃个饭，你说呢？你这是把我们今天这顿饭当成饭局了？没有，我只是单纯的打个比方，我们当然是私下的聚会了。我到家了，谢谢你送我回来。不请我进去坐坐？酒喝多了，想喝杯水。好，你先坐，我去帮你弄一杯水。这酒开的都没怎么喝，咱俩再喝点儿。罗宁，这人不对，生理需求都会被灭火，更别说结婚了。哎，我看你啊，就是缺少滋养，才会得什么囊肿。怎么办呀？你说？是啊，人呢到了年纪，连身体都给你报警了，还出来个人给你求婚，看上去水到渠成，更要警惕，是危险，是陷阱。但是说真的，就他刚刚在饭桌上那种不加掩饰的算计感，是有点让人下头啊。你懂我？还把私人感情掺和到工作里，我真来不了。我真的直到今天才知道，为什么我和奈特之间的好感呀，只能维持在好感。之前我总觉得到了这个年纪，找一个恋爱对象，就像玩跷跷板，找一个重量相当的是前提，不然呢，就会一个坠在地上岿然不动，一个悬在半空中没有半点安全感。那，你和那个奈特算是一个重量级的吗？你觉得哪儿不合适？是啊，他这次回来的确变主动了，但是也让我感觉两个人之间更加消耗了。两个人呢都要时刻保持着自己的分量，还要时不时的掂量掂量对方的轻重。说白了，就是谁都不愿意毫无保留。玩跷跷板呢，最怕的就是一个人被忽悠到了半空中，另一个人陡然离场，把你重重的摔在地上。你怎么这么多歪理邪说呀？
我觉得你是不是把谈恋爱这事想得太复杂了？好，那你说谈恋爱是什么？喜欢一个人，心动难耐，然后呢，被多巴胺蒙住了双眼，跟着他走进了一间名为亲密关系的黑屋子里。吧唧，灯一开，亮在你眼前的才是真相。是惊喜还是惊吓，谁都不好说。但是至少，今天晚上奈的那间屋子里啊，贴的密密麻麻，全是账单，我受不了，没劲。没劲。哎，但是你关于跷跷板那理论，我不同意啊。你就是没遇到对的人，但凡遇见对的人了，你根本就不会想玩跷跷板这种连手都拉不着的项目，你就想玩相扑。就是那种24小时肌肤相亲的厮把在一起的那种。因为哎，你把我说的，我有点激动了。行，我决定了，这2个月忙完我就休个年假，把我手术做了。哎，我真要是做瞎了，我那遗产就留给罗乐了，换他一个替我养老送终，不过分吧？没有遗产也送终。那我还怕什么呀？见相扑。我这脖子还是有点难受。亲上了？说什么呢？让我看看。我一个反手我就说不行，好吗？但是有没有碰上？你怎么找到家里来了？我管教练要了你家地址，你为什么要交退役申请？跟谁嚷嚷呢你？退役申请还没批呢，我主动走，总好过合同到期被开吧。我小时候就不喜欢打羽毛球。就我妈每周末都非得拉我到场上去练，直到有一次我看到了你打比赛，我才知道什么叫差距，什么叫天花板。那一场的你，无论是从动作的流畅度，到比赛节奏，甚至是掌控力，无懈可击。真的，从那以后，我就再也没有训练叫苦过。挺好啊，光这点你已经比我强了。成哥，你交退役申请，我能理解，但可不可以不要这么窝囊的走？至少站直了腰嘛。我这盒子里都装的什么呀？这是……哎，走。这一早奈特亲手送来，亲手放在桌上。我就说他那天为什么问你体检的事，还让我约一起，你俩就是不是？快拆开看看是不是花了。喜欢吗？那天晚上在你家，我看点的就是这个牌子的香薰。聊聊，我不明白你今天送这个东西什么意思。我只是单纯的觉得你会喜欢，想送给你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为什么不寄到我家或者私下给我？抱着那么大一个礼盒，进办公室都挺费劲吧？ OK， 我承认，我确实想让别人对我们的关系有所察觉。哎，你等会儿。
你喝咖啡吗？哟，怎么突然会做人了？你买我就喝。行，那你先上去吧。OK， 我承认，我确实想让别人对我们的关系有所察觉。我们本来就不在一个部门，不在一起办公，不在禁止办公室恋情的范围之内啊，有什么问题吗？而且你们女生不就是喜欢那种公开带来的安全感吗？等一下，是我跳级了吗？我们俩现在好像不是男女朋友的关系吧？暂时还不是，但是你知道我在追求你，没有必要掩人耳目吧？我很不喜欢这种被标记的感觉。我今天把话说清楚一点，我拒绝你的追求。新加坡太热，不适合我，我肯定不会去。所以无论是追求对象还是结婚对象，你都不用考虑我了，我们不合适。如果我有什么做的不足的地方，我可以按照你的喜欢的方式去调整。你完全没有必要说这些赌气的话。我以为你挺成熟的呀。我确实挺成熟的。我今年32岁，生活上独立自主，工作上独当一面。我对我自己有非常清晰的认知，所以对于我不喜欢的人喜欢我，对我来说是一种负担和麻烦。所以我宁可情商为零的干脆拒绝，也不想拖泥带水。还有就是，这2年你确实职场上不错。从你让我放弃工作，到你安排我们俩之间的种种事情，你都有一种藏不住的优越感。你认为我一定会欣然接受，但是抱歉，不好意思，那就是我的成熟让我看透的东西，跟我不喜欢的东西。我希望我有清楚地表达我的意思。清楚。说白了就是。上了年纪的女人不好满足，男人优秀，不想仰视；男人没本事，更不想俯视。我很想知道，像你这种不愿意被贴标签的女性，最终会找一个什么样的另一半？怎么了，小朋友？看什么？看一看啊，这讨人嫌的嘴脸什么样？我躲着点找。你说什么呢？你认识我？想喝咖啡啊？姐姐可以请杯咖啡吗？行，管饱。哎，你认识我吗？喝什么？金毅来了，在楼上。要2杯冰美式吧？你喝什么？4杯冰美式啊，有1杯多加一点冰，谢谢啊。嗯，好的，一共是72元。好，那2位旁边稍等一下吧。刚才那个男的你同事啊？嗯。你那是拒绝他呢？偷听别人说话特别不好。哎，金毅今天为什么突然来啊？什么事儿啊？做好准备吧，他又要找事儿，还特意让我过来。就是这把拍子，德国货，已经正式停产了，是我一直用的牌子跟型号。你用的也是这把拍子？哦，对。队里面除了我们2个，还有其他4个队员也用的这款。教练清点了库存，大概还剩个20来把。从我打职业那天起就没换过，别的牌子我也用不了。你平均多久用废一把？看训练强度吧，1星期2、3把尝试。比赛的时候，我一般带5把。1个星期用2到3把？对啊。有什么问题吗？行，没问题。
我会调动我们艺术所有的关系，尽可能多的帮你收集到剩余的球拍，优先供你使用。优先？我觉得再怎么样也得是仅供我使用吧。你有意见吗？全给你都行，但问题在于绝版的拍子总有用完的那一天，到时候你怎么办？原地退役是吗？这就得看姐的能力了。这真要是找来个18000把，那是足够退役了。好，你把这把拍子留下来，也供我们参考。行，没问题。那我等你消息。宋三川，要不你留一下，我们艺速也有自己生产的羽毛球拍，从材质到技术，都不输给国外的品牌。你不是说队里其他几个队员也在用这把拍子吗？要不你也选选有没有替代品？哎，这主意好，残次品配替代品，还不谢谢我金主啊？悠悠，你送金毅下楼，给他叫个滴滴。好的，袁姐。我要专车。我们艺速有自己的产品线，这2年蒋杰总想要在我们的专业上做起来，所以说我们的研发部门也有不少的产品供给职业队使用。基本上球拍分为上面的是进攻，下面的是防守型。你们上一次用的好像是进攻型的圆头拍，对吗？啊，你可以试试上面这几把。材料上我们用的是最新的镍钛合金纤维，但是技术部这一次做了一个比较大胆的尝试，感觉是要比一般的进攻型球拍要重一点，有点压手。我们研究了一下过去这些年所有的拍型演变，主流趋势都是在减轻球拍的重量，但是一味的追求减重未必是个好事，有时候技术革新的太过，对身体素质的要求就会降低。你现在手上拿的这把拍子，对运动员的上肢技术和力量要求更高。说白了，就是要训练得更苦、更细化。这可没有说的那么容易啊。还有更难的。田区这一块，我们在合理范围内进行了缩小。田区的扩大似乎让击球看上去更容易，但是最好的技术永远都是正中靶心。我们的技术总监认为，谁能突破这个舒适区，这把拍子就会成为屠龙宝刀。怎么着？你的意思是，我可以用好这把拍子呗？艺速选了金毅，可我还是想选你。你也知道我的心结，我已经要退役了。你真的想退役吗？那你为什么一边交着退役申请书，一边上医院捐钱？你是不是心里也在期待着？也许多帮一个人，也许就是今天，也许就差这一次，我就能好了，对吗？当然啊，这个心理障碍有的时候治疗办法很玄学的，没准你去求个福、烧个香，找个大师改个名儿，你别叫宋三川了，你叫宋18。哎，这样吧，你明天回家你就在家里抄100遍18，让屋子里贴满了18，每天都在看，刺激疗法也很管用的。好像你说的这像话吗？宋三川，拿好这把拍子，把面割里练上2个月，2个月后的锦标赛堂堂正正的赢金毅一次，你一定能做到的。那我要是真打赢了他，你这选人的工作算不算干砸了呀？你要是赢了他，你就答应我签到我们艺速来，我里外里赚2个 underdog， 不亏。我
差点就信了你说的了。哎，奸商难改啊！我不练。你给我拿把新的呗。杰总，包间我订好了，预定人是梁小姐2位，需要我跟张师傅在附近等您吗？不用，一会儿你们回去吧。好。礼物按照您的需求，2万块钱以内，选了一条项链。这个你不用跟公司报，我私人划给你。好。你最近没什么事吧？我怎么了？你是不是为了想去新加坡，然后倒追那个 Net， 后来被他拒绝了，这不好看。是他这么跟您说的吗？不是他说的，但全公司都在传。倒也挺像他的作风的，先把脏水泼出去，省得臭了自己。我先过去了，下班吧。好。艺素选了金毅，可我还是想选你。2个月后的锦标赛，堂堂正正的赢金毅一次，你一定能做到的。有那么好摸吗？葫芦这块田区葫芦了半个小时了。你想换这牌子啊？这线磅数明显穿得轻啊。它的重量更重，田区更小，换了它，所有的体能跟技术都得跟着调整。这个跟你以前喜欢的不一样，要换有挑战呢。但我觉得你行。为什么？这不是艺素的标吗？那我就大概率能猜出是谁送的了。先不说这拍子行不行啊，人肯定行。你少跟我在这一语双关。我说这拍子呢，没说人。我说的是你行啊。你想的是谁啊？别跑拍子啊！你又找谁去啊？你管你爹呢？怎么会有他这样的人啊？还倒打一耙！哎，说我为了去新加坡倒贴他，搞得现在我老板都知道了。他今天那话明显就是点我呢。哎呀，不要想着调岗的事儿，搞得人尽皆知的，好像我多亏待你啊！你听听，哎，我跟你说真的，有了 Net 的对比，陈一阳都站起来了。我现在就跟吃了苍蝇一样，我恶心难受。谈感情呀，选人品比选人重要。他至少他不会结束的时候，他恶意重伤你吧？我一想想我就头疼。我为了我当时一闪而过的念头，想要借他生子而感到羞愧，我万分羞愧。没必要啊，你那是形势所迫。哎，明天我这活就能完事儿了。姐姐这次赚钱了，回去之后就请你消费、买醉，一雪前耻。行，买醉。那你先忙啊，拜拜。什么人啊？你又从哪儿蹦出来了？我来吃饭啊。我大老远的就看见一个人手舞足蹈的打电话，我还想过来听一会儿呢，但又怕被人说，哎呦偷听不好，我还特地等你打完了我才过来。小孩记仇也特别不好。哎，谢谢。一顿，好，慢用。我把专车司机的资质已经注销了，然后其他什么乱七八糟的活我也不干了。接下来2个月好好训练。
你们那个新拍子管够吗？乖。谢谢。你干嘛突然这么客气啊？搞得我挺不习惯的。从认识你到现在，就一直在跟你说谢谢。脑子里关于另一个人的记忆，大部分都是温暖的。其实我也挺不习惯的。啊，老板，给你加一碗吧。哎，老板，那个再来一碗馄饨啊。谢谢你啊，还专门送我回来。哎，跷跷板，敢玩吗？这有什么不敢的呀？等一下！哎呀，你回去干嘛呀，抓紧啊！放力！要不要走下去？如果所有理性和感性最后都发现答案是你，还是这个舒服。换你也相信。你怎么长这么高？是小区秋千王，才不会出错。要小心翼翼的。哦，抓紧啊！太难得。You will be loved, you will be loved。我在你身旁啊，看得全世界翱翔。听你说都不要紧，还有我。You will be loved, you will be loved。想去你心里啊，站在原地也不怕。我的每一次会梦有你，我会成为那个人啊，是那为你勇敢的人啊，是你守护的人啊，我会成为那个人啊，带着微笑走向你，说不怕风雨，因为爱情而已。这是我们目前能搜罗出所有的。金毅用的那款球拍，泰国那边还能有一箱。这些有多少啊？62把，停展之前就一直在减量，就这些，都是好不容易凑出来的。还是得说服他用我们的拍子，以后出成绩曝光量大了，肯定是要代言我们的产品。那先装箱吧。行。喂，陈可姐。哦，我在。好啊，那我去会所找您。好，一会儿见。老板他在找你啊？陈可姐让我陪她吃个午饭。这样，你先装，等我回来，我跟你一起去羽毛球队。不带着我啊？根据您的需求，这个产品非常的适合您，它可以设置双被保人，还可以随时更替被保人名单。这样的话，您就不需要再为您的儿子单独设立账户了。资料我回去再细看看。好，辛苦你了，小张。哎，好嘞。你好，梁小姐到了。啊，那我先走了，有需要您联系我。好嘞，有啊，辛苦你啊，中午就那么会儿时间，还把你叫出来了。没事儿，今天不忙。菜都好了，不会占用你太久。我正好在附近逛街，看到了一套护肤品，你拿回去试试看好不好？可姐，这太贵重了，您太客气了。没有，是你太客气了。你们天天加班那么忙，老是熬夜，算是一点补偿吧。行，那我收下了，谢谢柯姐。
我看他昨天又特别晚回来，哎呀，又是应酬。啊，谢谢。对，昨天老板有一个饭局，我和张师傅陪他去的。那他自己打车回来？可姐，昨天杰总确实是工作上要答谢客户。你想，既然我和张师傅陪他去的，那肯定是公事公开的行程嘛。我只是和你随便聊聊天，你别太紧张啊。你吃菜啊？好。这个你不用跟公司报啊，我私人划给你，就算我对 Alex 表示一下感谢。需要先送您回家吗？哎，好，谢谢。好的，到玲珑府邸。对了，柯姐，上次您提议让杰总去看娇娇打比赛，我想了一下，如果是周六，杰总应该会去的，毕竟每个周六的下午都是您家的家庭日嘛。杰总有天大的事情，都一定会把时间错开。下次您可以提前告诉我，我一定帮老板留好时间。其实也没关系，到时候再说吧。但不管怎么说，我其实还挺庆幸，好在是你在他特助这个位置上。就这么多拍子吗？也就打完今年比赛了。我们艺宿拍子挺多的，到时候你有时间的话可以来选一下。我记着签合同的时候，拍子是排除在外的吧？是，但作为长期合作的预设，未来你肯定会代言我们全线的产品，不如就趁这个客观条件。我还是建议你优先选择一下我们的拍子。杜南川，这些是你的牌子，签个字。这一箱是你们艺宿的。宋三川上次选了这把。你看一下。这就是你们最新的材质和技术，这也太笨拙了！你是准备自我放弃了？哎，2个月后的锦标赛，敢不敢约一场？这什么呀？我还能怕你？行。那就别怂，别搞小动作。我会让教练把我们分到同一组的。怎么瞧？烈阳的只靠蝉鸣，太过走命运，别再老套。哦，说到做到，闯10000次关多好。你说天还早，明天请听好，无论多么渺小，我们拥有目标，热血奔，但是安好。你心在茫茫人潮，你向我微笑，心底的骄傲，不差一个拥抱。我听到心跳还在燃烧，我的世界忘了定义，这样就好。多少反正有多少，穿越无限的感觉，我也想知道。需要，非常的需要，一切造就我倔强的无可救药。这场青春的大考，我们绝版的答案，请屏息收好。看到心跳还在闪耀，这就是漂亮。别看了，帮你妈端菜去。
这家里怎么你永远会说不会做呢？啊，对，因为就你挣钱，是这逻辑吧？没问题，江总。那我这就干活去，好吧？回头就让助理给你报个班，好好学学说人话。你离了助理也应该活不了了吧？找不着开瓶器了。你说你这一堂大老板，连开瓶器都找不着，生活都不能自理，还能干嘛呀？再说一遍。好啦，你们两个，一个礼拜就这么一天，一家人凑在一起吃个饭，就不能有个愉快点的氛围吗？再说了，我做的菜也不次，不用你们拿口水给我添料。妈，我来帮你。哎，爸，你这讨好我妈的方式就这3把斧。哎，第一，假模假式的拥抱；第二，吃饭夹菜；第三，掏钱刷卡。那我妈不腻，我都腻了。连个女朋友都没的人，懂什么叫相濡以沫吗？吃饭还堵不上你的嘴。我前2天中午约梁永安吃了个午饭，他跟我说，你们 Underdog 那个项目进展还挺顺利的。啊，是，有他盯着呢，我是省心不少。出去玩吗？我接你。我吃完了，爸妈，我约了局，一会儿出去一下。你今天不能不出去吗？你俩不正好2人世界吗？我多懂你们。啊，妈，我用上你车。嗯。这地儿不错啊，这个绝对没白办。再好啊，不也只有我陪你吗？好饭不怕晚，你着什么急呀？Hello， 小哥哥，玩游戏吗？玩啊！来，坐，麻烦让一下。玩什么？摇骰子呀，输了喝酒呗。这我最擅长了，来，装不认识。好恶俗的开场白呀！微信不加，电话不留，相逢是有缘，乐呵一晚上得了。你看人姑娘活得多通透，来喝酒。想喝什么酒？都行啊，贵的不容易醉。把你们家成龙号抬上来。好的。打开吧。哎，等一下，先帮我拍个视频呗。行。Hello， 哎，那个不好意思，麻烦让一下，谢谢啊。谢谢。来，咱们停下来啊。Hello， 大家，我是桃子，今天呢就带你们看一下传说中的神龙套。你真没认出我？刚才人没认出来，现在表认出来了。我发现你这人挺有意思的，你可真是目中无人。我呢，跟你在这儿遇见的姑娘肯定不是一类。我来是搞事业的，对人没半点兴趣。你别多想，我对你更没兴趣。那正好，
挺看不上你们这种二世祖。拿份让。Hello， 大家，我是桃子。今天呢，就带你们看一下传说中的神龙套。这孩儿怎么回事？一天到晚不干正事。推荐。不知道大家喜欢喝哪个口味的呢？喂。哎呀，闺女啊，干嘛？还是你靠谱，手机永远在线。我在饭店吃早饭呢，这个，手机里的钱不够付餐费了，能给我转点钱吗？多少钱？50就够。转过去了，还有事儿吗？没事，我挂了。正事儿还没说呢。这梁桃啊，上一个工作辞职以后到现在都3月了，一直没有找到一个靠谱的事儿。你在公司职位不是高吗？总裁助理，拉一把妹妹，把她也安排进去。妹妹，我妈就生我一个，我独生女，我哪来的妹妹啊？这总归你两个都是我的亲闺女。那起码给她找一个能给5险1金的稳定工作，我这就知足了。兰兰呀，你能不能看在爸爸还来帮过你份上？你打住！我安排不了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天都亮了，你早饭都吃上了，还在这说梦话呀？比赛结束，金逸胜。明天这刚1/4决赛，俩人就碰上了。明天杰总也会来看比赛，你记得给他安排好行程。知道。金逸稳吧？不会打不过宋彩传吧？媒体宣传稿都安排好了，金逸现在是这次大赛的头号受关注对象。不是金逸输不起，是我们营销部输不起。明天就会有结果。
这个宋三川能搞得清楚状况吗？他们俩不是一个队的吗？杰总，他们是队友也是对手。你没有事先做工作吗？这场比赛轻易不能输的。杰总，您之前不是说过，上了场打比赛靠的就是球技和心理素质，我们也没法左右比赛的输赢，不是吗？但是我能做的就是，无论竞技输赢，我都有预案和宣传口径。不要说了，我要的是结果。这场比赛不能出任何纰漏。在这儿盯着，我先走了。好，你坐下，老板。